大家看到我的背景有浪漫的爱情故事，刚才一对男女在那里接吻。我坐在阴影这个地方啊，我现在其实已经打了无数的喷嚏了，因为这里花粉比较多，我在德国有花粉过敏症。刚才你看这是纸，现在天气特别好，所以我就出来坐坐，然后呢在外面拍拍。这是科隆莱茵河边比较漂亮的一块草地，公共草地，目前人不多。我估计呢是周末的时候人特别多，这里烧烤的、做浴光浴的，还有那个后面大概400米、500米的地方是那个天体浴场，就是很多人一丝不挂的就拖在那里，然后晒太阳，还有可以去莱茵河里面去游泳。我现在试图坐在这阳光下，因为这样可能更好一些。然后我希望呢，这个手机不要过热啊，因为拍摄的时候它会发热，然后就会自动停止，所以我现在只能用前置摄像头去拍，就看得见什么时候过热了就拍不下了。今天呢，我还是想跟大家说说馆长这次到我们大陆呢去做直播，今天第3天吧，然后呢，今天我看就是观看的那个量啊，已经超过200多万了。就是人气挺高的，听说同时在线呢有20多万，应该是所有那个台湾网红当中可能人气最高的一个所谓网红吧。因为现在去大陆呢，这个流量是比较可观的。但是对我来说啊，最主要就是我想看看下面那些网友们的评论，大多数我觉得应该是台湾人，所以呢，我就想就台湾人这些评论呢，发表我一下我的看法。说真的，我看了之后很气愤，很惊讶，然后呢很失望。另外呢，第4个有一点欣慰。为什么感到气愤呢？我发现大多数台湾人，他们留言的时候会自动说馆长是去中国。我在前期说过了，我特别不喜欢这个词啊。去中国就表明呢，我们台湾人和所谓那个对岸的那个中国是2个不同的国家。我不知道你们是不是有意的，还是潜意识里面就已经是2个国家了。但是呢，从我们大陆人以及我是大陆出来的海外华人的角度来看，其实呢，你们说所谓的中国是对两岸同属一中的是非常大的不尊重。因为你们也知道，至少目前台湾的国号没有改，对吧？它的国号还是叫中华民国，那么简称就是中国，对不对？那么你们所谓的去中国是去哪里呢？台湾也叫中国啊。那大陆其实按中华民国的宪法也是属于相当于非自由地区，对吧？或者匪区，也是属于中华民国的领土，按照中华民国宪法呀。也就是说，你去对岸那个大陆，其实就是去大陆，不是去中国，对吧？你不可能在中国之内还去中国吧？这是我非常不爽的地方，所以我希望呀，台湾朋友们要考虑一下大陆14亿人口的感受，以及呢众多海外华人的感受。我相信大多数海外华人呢都是希望就是大一统中国的，不可能支持2个中国，也不可能支持一中一台。这是我看到那么多的网友评论之后，你们都说那个馆长去中国，去中国，去中国，我就心里特别不爽。另外一个呢，馆长因为他是现场直播，所以呢让很多台湾人呢比较破防。比较破防当然是那些绿营的，还有那些支持绿营的那些台独的人呢，等等等等，反正就是这些，还有绿色媒体的人。可见呢，绿营那些人生活在一个自己的信息茧房里，对这个大陆有多么无知，一点都不了解。因为呢，馆长通过他的画面直播画面给这些台湾人看到之后，哇，原来大陆是这样的，原来上海是这样的。然后他们看到上海不管是那个外表，城市的外表，比如说高楼大厦呀、街道啊、车辆等等，都要比台北是台湾应该是最发达一个城市，对不对？比台北都更好。上海的夜景又那么漂亮，所以他们就破防了。因为他们原来一直以为他们的宣传啊，就是绿色媒体，他们在绿色恐怖当中，你们台湾人
很多台湾人啊，就是以为大陆什么没有自由啊、贫穷啊、茶叶蛋都吃不起这种，反正就是那些对我们来说就是非常可笑的论调。可见呀，你们号称呢，你们有什么新闻自由、言论自由，但是你们的资讯是太片面了，你们只是得到你们绿营或者民进党想给你们那些信息，你们只看到那些资讯，所以呢，你们只是看见非常非常片面的一面之词，其实就是一种信息不自由，因为你们没有多渠道的去寻找信息，其实你们是可以的，只不过呢，你们生活在自己同温层里，然后呢，懒得去看其他的，或者不相信其他新闻来源。比如说，在台湾还有中天新闻呐，还有大陆的那个央视啊，还有大陆众多其他媒体啊，但是你们不去看，你们只相信你们的三立，对不对？你们以为三立就是真实的情况，其实大部分呢，三立反映大陆的都是假新闻。所以从这次呢，馆长到大陆去直播，就可以反映出啊，你们台湾人纵然有所谓的新闻自由，其实你们是新闻非常不自由的。刚刚相反，显示呢台湾人的自大无知。大陆已经开放了40多年了。另外呢，我听说馆长他40多岁了，还是第一次到大陆那边去，第一次啊，已经开放那么多年了，是不是不屑一去？或者听说原来不敢去？对呀，很多留言的评论网友说，不敢去中国，也就是我说的那个大陆，他们眼中就叫中国。为什么不敢去啊？就是因为你们的绿营片面报道，全是阴暗面的东西，关于大陆的，然后呢，又很多是错误的假新闻，所以导致了对大陆的认知特别的奇怪，对我们大陆人来说，或者海外华人来说，特别可笑、幼稚，甚至愚蠢。这是我对很多台湾的看法，就是我看了那么多的评论之后，真的太可笑了。大陆其实目前呢，是全世界我去过所有的国家地区当中最安全的一个地方，真的是最安全。现在在大陆，比如说在咖啡厅里面，或者在公共场所，你的一个手机或者你的手提电脑，你放在那个地方，你离开2个小时，那个电脑那个手机可能还在那个地方，大概率啊，有外国朋友到中国去做了这样的试验，那个东西还在那里啊，所以他们就感到特别的奇怪。另外呢，在大陆很多地方，那个店呢，它是把那个货摆在那个店的外面，就是你想拿你就拿，然后你就付款，你自己付款啊。如果你顺走，那老板可能也不知道，全凭自觉。甚至呢，在广西，我们的很多地方的农村，农田里的东西，或者摘下来什么菜呀、水果，它就放在一个凳子上面、一个台上面，你自己拿，你自己付钱。然后呢，晚上可能那个主人才来把那个钱收回家，就这样啊。这就是这些年来大陆进步的地方，但是呢，台湾人看不见，还以为大陆非常的危险。有什么可危险的？还有的人说，就是想不到大陆那么先进啊，而且不是一个人啊，好多台湾人在下面评论都这样说的。这反映出啊，就是台湾人对大陆的认知、对内地的认知有多么的可笑。你们的思维呢，好多人还在40年前、50年前，那个时候对大陆确实比台湾穷很多，但是你今天，我奉劝台湾朋友们，你们不要再有什么高高在上的心理了。虽然你们的人均 GDP 按美元来计好像是大陆的3倍，但其实你们的那个人均 GDP 的水分非常的重。当然，总体来说，肯定你们2300万要比平均来说要比大陆人更加富裕，但是呢，并不是你们想象的一定要比大陆人的生活水平啊，比大陆人富裕3倍，并不是这样。只要你去大陆的，不管是1线、2线，甚至现在3线城市去看看就知道，所有的基建肯定远远超过台湾最好的一个城市台北。甚至呢，我们广西的首府，你们知道叫什么吗？南宁。南宁的基础设施绝对是吊打台北的，这不是我吹牛啊，因为我去过台湾，我也去过南宁，我有比较。
你们自己看台湾，你们的房子是什么样子的？你们的捷运是什么样子的？房子就不用说了，你们可以说啊，我们有什么私有产权，所以呢，我们60、70年代就建起来，现在不想把它拔掉再建了。其实，如果是一个地方的房子老，难道它的外墙不要维修吗？不要弄得更好看一点吗？你看台湾好多人的窗上呢，还有那种窗式的老式的那种空调，就是一开机嗡嗡响的那种，在大陆现在都见不到。反正我从小都没有见到，因为我是农村的，我们那里是一步到位，那个空调就是分体式的空调，非常的安静。但是我去香港呀，还有去台湾，我就发现了很多窗式的空调，很老的啊。然后呢，基建方面，捷运就更加了，对不对？城市建设也一样。另外，现在关于大陆的电动车，还有电动摩托车，你们叫机车，可能馆长没有讲到这一点，他只是讲到啊，绿牌就是电动车，没有讲到到底大陆现在有多少电动车。2024年年底，大概有一半出售的上牌的新车呢都是电动车。然后呢，你现在比如说你在上海看的街上跑的，还有特别是中国南方，深圳啊、广州这种，几乎一半的现在存量的车都是电动车。然后在街上跑的那种所谓的机车，在大陆99%都是电动的。在大陆啊，在电动化方面已经远远领先世界所有的国家和地区，因为它的电动车的那个存量，然后呢，它的摩托车就是我们叫电驴，在大陆90%几嘛电动的，所以呢，你去大陆之后，你会感到非常的惊奇，特别是从台湾过去的，你对大陆原来一点不了解的啊，你会看到大陆好多跑的，你看摩托车几乎没有声音的，那个电动摩托车真的是几乎没有声音。有的时候，比如说我们在农村，有个人从后面来，你根本就不知道有车过来，因为他绝对是没有声音的啊。所以这点呢，我觉得你们台湾人真的要刷新你们的认知了。另外一个，前面我提到，就是不要再有什么高高在上的那种心理。20年前、30年前，你们可以有，但现在绝对已经过时了，因为在很多方面，不管是从经济来说，还是从什么基础设施，还是从科技来说，大陆这边已经超过了全世界好多国家，很多方面也超过了你们的偶像美国爸爸了。你看，现在人工智能，刚才说的电动汽车，还有人形机器人，这些大陆可以说不是说与美国并驾齐驱的话，就是领先它了。那你们台湾好像目前除了一个台积电，其他有什么拿得出手的东西吗？当然，我并不是理工科人才，道理啊，但是平时我在德国所有看到的东西，我只知道有个台积电，其他的好像电子这种产品呢，都是台湾的，真的非常非常少。所以我就不知道你们台湾今后如果是自绝于中国大陆之外，那你们今后该怎么办？怎么样能维持你们所谓的那个高收入这种经济体？当然了，我觉得哈，像馆长这样去大陆去直播，应该他是想把柯文哲把他救出来，柯文哲他想把柯文哲救出来。我的普通话有的时候不是特别的标准啊，不小心就把我们广西的那种方言的话也带进普通话去了。他其实是想把柯文哲把他救出来，然后呢，他才跑到那个大陆去做直播的。我也知道他以前是绿营的人，所以对他其实我并不是有太多的好感。不过我认为啊，他迈出这一步，能够到大陆那边去做直播，也是难能可贵。我不知道他内心是不是认同一个中国，我相信应该是不认同的。但是呢，能去内地，能去那个大陆去做直播，至少能让很多原来对大陆不知道的台湾人对大陆有些了解，而且有不少台湾人通过他的直播之后，看见了至少呢，上海并不像这个台湾的媒体宣传那样那么的落后或者怎么样，而且呢，馆长也没有被抓起来，对不对？他还是自由的人呢，他可以说任何的话，对不对啊？所以从这点来说，我是赞赏啊，就是两岸不管是台湾人也好，还是大陆人也好，都去对方去看看，民众之间多一些交流，总比老死不相往来更好。
然后呢，通过互相的交流，大家更多的了解。然后你们也看到，其实大多数台湾人的祖先都是大陆这边的，对不对？你看你们的家谱啊，你看你们的祖坟上面那个碑上面的碑文上面肯定有那个来处，对不对？不可能你们是从石头缝里出来的吧？你虽然不承认你是中国人，对吧？但你们的祖先从哪里来？所以我还是特别欢迎啊，就是越来越多的台湾人到大陆去看看，能够改变一下你们自己的心态也好。我也希望更多的大陆人也到台湾去看看，看看台湾这个宝岛他们到底是什么样子的。特别是我小时候，我对台湾的印象真的是极好，因为大陆的宣传对台湾几乎都是正面的，除了宣传政治方面，比如说蒋介石啊、国民党的一些历史之外，其他的对台湾都是非常正面。而且我们教科书都是说台湾人是我们的同胞，台湾岛是祖国的宝岛，对吧？所以我们大陆人对台湾人，不管你们是不是台独的人，你们来到大陆，我们都是大陆人，绝大多数都是把台湾人呢当成亲人、当同胞来看。你看很多台湾人，他们到大陆去是受到比内地其他省份更优的优待的啊。这点我希望呢你们能够珍惜这种感情，就是因为中国大陆几十年来没有仇恨台湾的这教育，而是呢亲台湾的教育。至于台湾，特别是民进党，这教科书刚刚相反，因为台湾是一个非常对大陆、对中国搞仇恨的地方，这点我感到非常的遗憾，也非常的失望。所以呢，对民进党这个党，我一点都没有好感。如果台湾没有民进党，可能今天两岸早就统一了，中国整个大的中国可能在世界上那个地位就更高了。你看，全世界5常的国家，只有中国没有完成统一，对不对？其他的国家没有这个问题啊，只有中国，对吧？还存在两岸分治的问题，而这点我相信呢，应该是接下来这一两年、2、3年可能会有所改观。不管那些台独同不同意，但是这个统一，我相信呢是绝大多数中国人，包括大陆人、台湾人，还有海外华人，绝大多数人的心愿。所谓的台独只不过是一小撮而已，跟全世界14亿加上海外几千万华人比起来，那你们呢几百万台独只是海洋中的一滴水一样，就是这样。好的，朋友们，今天呢我就馆长到内地啊，到大陆去做直播，看到了很多台湾人在下面的评论之后，我一些看法。当然我说了啊，就是特别欢迎所有台湾朋友们到大陆去看看，到内地去看看，消除你们一些误解。其实大陆是一个非常安全的地方，也是出行非常方便的地方。它所有的这种公共交通又便宜又方便。我相信呢，在全世界找不出比中国大陆、比内地呢更方便的地方了，真的是非常方便。好的，朋友们，我在德国科隆莱茵河边向大家说再见，我们下期见，拜拜。